敢相信吗？有这样的农村一套房子，竟然还娶不到媳妇儿。要说现在的女孩子未免也太挑了，如此优渥的家庭条件，愣是找不到对象。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村里最后一个光棍了，我不服，所以我今天打算在网上找一找试试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家又不是揭不开锅。说实话，穷是穷了一点，但是我家有一点好，我家虽然很穷，不过我家穷的理直气壮，有没有？当然，你嫁给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处。从此之后，我沈大侠拥有的一切也将属于你。首先呢，如果不幸你嫁到我家之后，你会立刻得到一个恶毒的婆婆，还有重男轻女的公公，以及妈宝男的老公。相信我，这样的人员配置一定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。先说我妈，我说她是恶毒的婆婆有点夸张，因为她不一定对你恶毒，她对你恶不恶毒取决于你肚子争不争气。简单的说，如果你和我结婚之后啊，你生了个男孩，那自是皆大欢喜；但如果你不幸生了个女孩，那就给你一个眼神，自己体会吧。从这个眼神中不难看出，如果你生了女孩，你连坐月子的资格都没有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我妈的口头禅就是女人肚子得争气呀。在总结完我妈之后，再总结一下我爸吧。我爸这个人呢，一辈子没挣到钱，但是他穷的理直气壮啊。我爸这辈子呢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今年没挣到钱呢，都怪现在大环境不好。也许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去年他也这么说的，前年他还是这么说的，他这一怪大环境不好，就怪了40-50年。总之，你公公那个人吧，他非常能够接受自己的平庸，但是接受不了别人的平庸啊。我每次跟他说现在工作不好找，钱不好挣的时候，他都说我找借口找理由。你说人家多牛逼，在外面混了几年风生水起，你怎么就不行啊？但他从来不会以这样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他只会要求我。反正如果你不幸嫁到家之后，你指望公公会帮衬我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这一生只为自己而活。最后再总结一下，我爸的口头禅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反正老子先享福。最后的最后，在介绍完公公婆婆之后，那个龙蛋少爷的老公闪亮登场。因为龙蛋少爷的身份基因，我有不得不传宗接代的理由。大家先不要着急反驳我传宗接代的想法，只要我说说我自己身上的故事，你们一定也会理解的。故事还要从很多年前我爸我妈结婚那天开始说起。这一对农村小夫妻啊，就想要个儿子，第一胎呢就生了我大姐，第二胎还想生一个儿子嘛，结果我二姐又闪亮登场了。那是个特殊的年代，人人都想要个男孩继承家业，所以他们俩生了第二胎之后，依然想生第三个，可是上面不让生了，于是他们只能偷偷到外地继续备孕。时间一晃来到了1992年，这一年呢，距离我姐出生已经整整有2年半的时间了。此时呢，夫妻二人也觉得时机成熟了，是时候要第三胎，于是他俩计划着为了生个男孩的梦想，继续最后一次努力拼一下。也许啊，是夫妻二人的真诚打动了上天，所以这一次呢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出生了。从此我家里的皇位终于有人继承了，我也自然而然的被家里人惯成了龙蛋少爷，而属于龙蛋少爷的传奇故事就此拉开序幕。所以这就是我传宗接代的理由啊，因为我来之不易啊。所以说你嫁到我家简直就是你的荣幸，为我这样的家庭延续香火，你应该求之不得才对啊。因为自己是妈宝男的身份，所以我可以跟所有的姐妹们保证，如果你嫁到我家之后，你将永远是个外人，只有我们一家3口是一起的，你永远是个外人。最后再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典语录，那就是爸妈养我不容易啊，你始终是个外人。以上呢就是我一家3口的基本信息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非常优秀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女孩子愿意嫁到咱们家。相亲10来年了，每一个女孩都能逃出我们家的魔爪，我不理解。所以我们一家3口天天在家门口祈祷，渴望有个女孩子能够误入歧途。主要我爸妈是躲劫啥才生的我不能当光棍啊。于是今天呢，我打算委屈自己，随便在网上找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朋友，只要你有勇敢不怕牺牲不怕死的精神，请联系我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，那就嫁给我吧。请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的人生火上浇油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勇气嫁给我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视频按带给你的闺蜜，把我介绍给你的闺蜜。只要你把我介绍给你的闺蜜，我向你保证，你闺蜜这辈子过得没有你幸福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闺蜜过得不如你更加让你开心呢？